好，那么我们在介绍完了这个 IP 的编制和一个简单的 IP 路由以后呢，我们下面呢来介绍第4层第3层已经说完了，那我们来说第4层传输层协议的一个介绍。那么对于我们的传输层来说我们这个图在一点一点的往高垒我们之前说物理层只有这一部分，然后数据链路层多了一部分。网络层我们只说了一个协议 IPv6 呢是一个单独的东西，我们再说。那么除了网络层以上，我们又有一个东西叫 TCP 和 UDP。对于 TCP 和 UDP 来说，这两个在传输层是同等的同等地位。那么 IP 既可以支持 TCP 的应用，又可以支持 UDP 的一些东西。那么再往上我们就不再画了，因为再往上对于 TCP/IP 来说，我们之前说到就是一个应用层，纯应用了所以说我们就不再说了。那么我们下面来看最上面的这个了传输层，一层一层的我们再往起垒。传输层两个协议，我们首先来说 TCP。首先 TCP 是为应用程序提供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服务。说这个东西还真的，这个我们网络肯定是面向连接的吧？不是的，不是的。事实上我们的网络里边呢有两种方式两种数据传递的方式。第一种传递的方式呢叫做面向无连接的。其实 IP 是一个面向无连接的。什么叫无连接呢？有点像我们在以前现在可能写信写的少了。以前呢我们在寄信的过程中其实你寄信是一个面向无连接的。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给家里写信，那么在写信了以后呢，我把信投到信筒里就算完事儿了。其实你并不能监控整个信的这个过程，对吧？然后呢，直到是什么呢？对方或者比如说我的父母收到了我的这个信件，然后并且给我写了回信，然后我从学校传达室拿到了这封回信，我才知道我父亲在信里面写到你来信收到了，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在整个的过程中你是没有办法监控它的。那么你寄希望于什么呢？寄希望于整个邮政系统每个人都很好的去工作，你的信不会丢，然后寄希望于你的这个信的寄件人和收件人都写得很清楚仅此而已。那么对于原来的邮政系统来说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可靠性就是不是特别好，因为总会有丢信的成分存在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叫做无连接的 IP 是一个无连接的后面我们谈到的 UDP 也是一个无连接的。而对于 TCP 是什么呢？ TCP 有点像这个叫做挂号信，就是中间的过程可能你依然看不到，但是呢你要是寄挂号信的话，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挂号信原来我们说挂号信是需要个人签收的。现在这个前一阵子听说是法院在寄传票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有人告了你了，然后呢你寄传票，然后要求你出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定会给你寄的是挂号信。为什么呢？挂号信要求本人签收，一旦你有签收了，这个东西回头会回给那个法院的，会告诉他你看你要求我寄的这个东西我给你寄出去了，而且这个人签收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案件里边你不出庭，那么法院会说你看你收到了这个东西你没出庭，那就是你的责任。那么对于这种东西来说，就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就是对方收到了东西以后是要给我确认的。那么很显然面向连接是可靠的，而无连接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寄平信，那其实你要写信写得多的话，这个丢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也经历过丢信的这种事儿。那么对于 TCP 来说，这个协议它建立的是一个面向连接的，也就是说对方是要给你确认的。当然现在我们网络的可靠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可靠性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你面向无连接的那么邮政系统也是一样也不是说每年所有的信都丢了，对吧？也就是丢个1/1000或者1/1000的信件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接受的。好，我们先来看 TCP 面向连接的可靠的这我们首先解释了什么叫做面向连接的可靠。然后我们来下面可靠性有几个。首先第一个面向连接的传输，这个很正常。然后第二个 TCP 的可靠性体现在哪儿呢？有一个报文长度的限定，有一个最大报文长度的限定，它可以两端去协商，我最大可以接收多大的报文这个呢可以更好的去利用你的带宽。第三个确认机制，就是每收到报文它都要确认。第四个
手部和数据的校验核，这个是为了保证你传输过去的数据不被篡改，或者说在过程中不会有什么损失。第5个流量控制，就是它可以确定你发送的速度到底是快还是慢。整个的这一套 TCP 都是帮我们完成一个可靠性的或者说面向连接的可靠的这么一种传递。当然，可靠和连接是有代价的，就像寄信一样，对吧？平信可能我们那会儿2毛，但是挂号信可能就是8毛或者1块。那么对于 TCP 来说，它的可靠的代价是什么呢？它的可靠的代价是报文头部比较丰富，处理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字段会比较多。那么对于这个 UDP 来说或者不可靠的来说，就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了。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格式在现阶段大家只要了解一下这个 TCP 的这个格式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记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说封装里面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源有目标这两个是什么呢？在 TCP 里边这个东西叫做端口号这个在 TCP 里面叫做端口号。 TCP 使用端口号来区分源和目标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是里边是什么？里边是什么？它靠目标端口号来完成区分，就是目标端口号不一样，说明里边携带的内容不一样它是靠端口号来区分里边是什么的。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谈到。然后再往下，序列号和确认号，就是我发给你一个，你给我确认一个，我们用编号来进行发送和确认。再往下呢，就是一些校验然后这个窗口大小是用来做这个流量控制的，就是快慢的问题，发送的快慢我的速度的问题。然后呢，这一些呢叫做这个标志位，这个标志位是控制一个连接的建立和拆除的。好，我们来看一个 TCP 的建立。我们说 TCP 是个可靠的，那么它的可靠呢，其实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在传输的过程中，首先要先确认身份，建立这个连接，有点像我们打电话一样。那么打电话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比如说你给我打一个电话首先要说，你是老王吗？然后你说你是小张吧？你说我是。这个其实双方做了一个什么呢？双方做了一个身份确认。对于 TCP 来说一样，两边在建立这个传输之前，首先要进行一个协商和确认，就是一端发给对方一个 SYN 这个 SYN 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就是这儿，叫 synchronization， 叫做同步位。就是说我这个 SYN 表示是我发起的，我发给你，然后呢我有一个序列号序列号叫做 A， 就是随机的一个值，然后对方收到了以后会回给你一个 SYN， 就是我也会回给你一个序列号是 B， 同时我要对你刚才给我的这个东西做一个确认，看 ACK 这个叫做确认编号 A+1。什么叫 A+1？ 就是刚才你给我的这个数值 A， 我给它加上1，对于你来说叫确认就是在 TCP 里边，你给我一个编号，我给你加1返回去，那就说明我确认收到了这个编号我给你个确认。然后由于我也给了你 SYN 同步信息，那么你要再给我确认一下我的那个同步信息你是否收着了，所以说你要 ACK 这个 B， 你确认的是谁？是确认的是这个 B， 所以说你返回的应该是 B+1的确认号你要返回的是 B+1的确认号。通过这样的双向的一个建立过程，大家相互确认身份确认以后 TCP 连接建立了，那么我们后续的东西才能够处理，后续的数据才能够传输，这叫做连接的建立，也就是面向连接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你的数据在传输怎么传输就无所谓了，反正你就传就是了嘛。在传完了以后，你要说我传完了，我要把这个连接不用了，拆掉的时候，注意 TCP 的连接在这个地方是要双方相互确认最终连接的终止的。比如说我说数据传完了这个客户说数据传完了，你说那要拆掉怎么办？你发给我一个 FIN 位这个叫做 finish 位，就是要关掉这个连接了，我不用了。那么里面有个序列号，我向你确认我收到了你刚才给我的这个 finish我还是用这个序列号来确认，序列号+1来确认。同时你不是说拆吗？好的，我把这个序列号我自己发一个这个 FIN 拆掉的这个东西给你，然后呢我自己
啊写一个序列号 secret B， 然后你再回给我一个对于这个序列号的确认，两端都发送拆除链接的消息，并且两端对对方给的这个东西做确认，这样的话双方都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拆掉了，那么这个 TCP 连接终止。啊，这个 TCP 连接终止。那么对于这个网络里边来说啊，这个过程同步啊发起确认再反向一个确认，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之为3次握手啊，我们称之为3次握手的一个过程。好了，那下面我们来看端到端的通信。一旦你的 TCP 建立完成以后啊，你的 TCP 的握手建立完成以后，那么对于应用的数据来说，你往下封装，那么在 TCP 层你要封装源和目标端口。在这儿注意，这个是目标端口，这个是源端口啊，这个是源端口。注意，在 TCP 啊，或者说是后面我们谈到的 UDP 里面有规定，端口号小于1024的，我们叫做众所周知的端口，或者说是给程序预留的。一般的情况下，端口号以大于1024的一个随机值开始产生。对于 Windows 来说呢，它应该是从1025、1026、1027一个一个挨着来。但是对于某些程序来说，比如说我们用到的 BT 或者用到的迅雷，那么它是可以去选择随机端口号的。啊，你可以随便给它选一个端口号来进行。端口号的取值范围是16个比特，也就是2的16次方，它的最大值，它的取值范围应该是0到65535。1024以前的默认是不让用的，那么也就是从1025开始到65535啊，6万多个端口号供你去取值。每一个应用或者说每一个程序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端口号，啊，这只是原端口号。目标端口号是什么呢？我们说目标端口号确认了你是一个什么应用，啊，比如说在这个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的21，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FTP 的应用，啊，如果是一个80，这个地方是80啊，这个时候是10进制啊，如果它是80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网页 HTTP 的应用，用目标端口号来区分到底是一个什么应用，也就是说用目标端口号的值来告诉你里边是什么。有了源，有了目标，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了。OK， 这个数据是可以被封装并且发送的。啊，下面一个 MSS，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 TCP 里边所说到的，它可以双方去协商一个数据报文的大小。比如说我在看一个网页啊，这个网页刚好是比如说看车展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图片。那么在图片的过程中，那么一个图片可能会很大，你要另存一个图片，可能你会发现有3、4兆。那么这个数据肯定是传不了那么多的一下，那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分成多个小段传送，传送完了以后再组合起来。那么一次传多大的一个数据呢？或者说一个报文里面有多大的一个数据的传送呢？这个通过 TCP 的一个协商的这个值叫做 MSS。啊，它通过这个值来协商 ，MSS 确认了一个 TCP 报文最多能够承载多大的数据量。这两边是协商的，可以最大协商到1400多个字节。默认如果你要不是那个协商出来啊，默认它会是536个字节，也就是说默认一个 TCP 的 TCP 的报文536个字节。好，下面我们来看啊，这个传输可靠性的传输。对于 TCP 来说，为什么我们说它可靠？就是因为它的传输每一个报文都要有一个确认。比如说 A 先发了一个这个东西给 B 啊，给目标，那么它这里面是有序列号的，是有编号的，它发送1，对方收到了1以后要给对方确认的值啊，还是我们说的你的序列号加1，就是说其实我回给你的是2，意味着我告诉你你可以发2了，这个时候你把2发过来，可能在这中间网络出现了不稳定，这个2我没有发过来 ，OK， 那么目的这个接收还等着呢，发现你没有把2发给我怎么办？我再给你一遍确认，我确认的还是刚才的那个1的那个加1，所以说我还确认一下，再给你一个2。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2我发出去了，但是你没收到，好，我重发一遍。这个时候你收到了，好，我再加1，我给你确认是3，这个时候你才能再发3。对于每一个报文都这样确认，所以说它的传输是可靠的，它不会有任何的数据的丢失。
好，下面一个 TCP 的另外一个机制叫做滑动窗口机制，这叫做 window 机制。这个是做流控的，或者说在这个是做这个流量控制的啊，控制你的这个发送速度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你可以去协商 MSS， 那个东西是协商了一个报文有多大，而这个滑动窗口机制是什么呢？滑动窗口机制是告诉你一次可以发几个报文，这个是个动态可以调整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length 1024，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开始协商完了。我们的一个报文 MSS 可以处理1024个字节，1K， 然后我告诉你窗口大小是4096，意味着你一次性可以发4个报文过来，我一次可以接收4个，处理4个。然后在这儿你看他发了4个给他，说我这儿能发4个，反正，但是对于接收者来说，说不行，我这儿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我收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我的窗口是2048，也就是说我只能处理2个。我只能处理2个，然后怎么办？我回给你一个确认号，你这4个我先都收了。那么我回给你一个确认号，我告诉你看，4个1024就是4096了。我回给你的时候告诉你，你该发4097了。同时我告诉你，我只能处理2048个大小，也就是说2个报文。那么你再发送的时候，你就以2个报文，一次发2个来完成。你发给我这2个，我确认了收。再给你，你该发6145了，然后你再发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这儿刚好把手头上的事儿忙完了，我可以一次性处理多个。我回的时候，我可以再回给你4096，就是我告诉你我这儿完了，你可以继续再多发了。那么你下一次就多发很多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证什么呢？数据连接的不中断，而且可以保证整个系统满负荷的去运行。这个是 TCP 的滑动窗口机制。好 ，TCP 一共就这几个机制那么所以说 TCP 一定是很好用的。下面我们来看 UDP。对于 UDP 来说呢，它是一个无连接的服务，也就是说我把它发出去借助于网络设备的这么一个可靠程度，那么 OK 我就这样了它传输之前不需要建立端到端的连接，然后。UDP 也不需要维护连接状态，也不要确认，反正发得到就到，发得不到就不到。那么说这个东西这么不可靠有什么用呢？注意，它适用于对于传输效率要求高，但是纠错效率要求低的这么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语音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这么一个通话或者说是比如说 QQ， 你发一个东西消息。然后，如果你发不出来或者说你的网络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么可能 QQ 最终给你个提示说该消息无法发送，是否重发？那你再重发一遍就完了。应用层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比如说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间可能有一个卡顿，但是呢这个东西不影响你整个故事的流畅程度，那么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说这个 UDP 呢还是有用的。那么 UDP 呢，它既然无连接，那么它其实就是说开销比较小，或者说呢它的代价比较小，它只有原端口和目标端口2个字段是必选的。UDP 的长度这个其实也是必选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就是一个数据包有多长就是多长，它直接填上就行了。这个校验是个可选项可以有可以没有，不强制。那么它依然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必须有的，里边是什么依然用目标端口号来完成，它的端口号的取值范围和使用方式和 TCP 一模一样。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TCP 和 UDP 的一个对比。对于 TCP 来说，面向连接的可靠的那么对于 UDP 来说，它是面向无连接的，相对来说不太可靠。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起来可靠性也不差，也不是特别差。那么 TCP 呢是一个大容量传输的这么一个场合，而对于 UDP 来说呢是高效。什么叫高效呢？就是说是我的配置比较简单或者说我的这个程序比较简单，那么呢效率呢会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速度上处理速度上 TCP 慢。UDP 快，但是从整个的数据传输速度的角度上来看，或者说大家看到的下载速度角度上来看 ，TCP 要远远优于 UDP， 因为它有可靠的窗口机制来帮我们完成。好，这个是我们对于 TCP 和 UDP 的对比，同时也是我们简单的去介绍第4层的
啊 TCP 和 UDP 的这样的2个信息。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